美封杀 TikTok 又有新动作。13号，美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会在美国遭到封禁。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14号回应称，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美方此举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那叫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相关方应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3月14号，外交部和商务部例行记者会都回应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打压 TikTok 的法案。这项法案的标题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宣称 TikTok 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要求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在6个月内剥离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在当地时间13号的表决中，该法案在众议院以352票赞成、65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深圳卫视注意到，投票结束后有多名议员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All of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and need to be treated the same way. And to single out TikTok in this way, we believe is dangerous and certainly again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t's an overly broad bill that I don't think will withstand First Amendment scrutiny. It's opening Pandora's box, and I'm opposed.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TikTok 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因为它的估值实在是太高了，介于5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即使是拿得出钱来，也要考虑美国对科技业并购的严格审查的风险。因此，有律师建议 TikTok 采取法律行动维权，但由于诉讼的对手是拥有立法权的美国国会，因此难度很高。此外，违宪审查的周期十分漫长，企业方面申请暂缓执行的可能性仍是未知数。外界注意到，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 ，TikTok 发布声明表示，我们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听取选民的意见，并意识到这对于经济、700万小企业和1.7亿使用我们服务的美国人的影响。14号 ，TikTok 官方账号还发布了该公司 CEO 周受资的短视频，作为补充回应。This legislation, if signed into law,will lead to a ban of TikTok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e bill sponsors admit that that's their goal. This bill gives more power to a handful of othe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It will also take billions of dollars out of the pockets of creators and small businesses. It will put more than 300,000 American jobs at risk, and it will take away your TikTok. 周受资说将继续竭尽所能，包括行使合法权利来保护 TikTok。他还鼓励用户们继续分享自己的故事，保护你们的宪法权利，让你们的声音被听到。该视频发布1小时后，在 TikTok 上评论破万，点赞超27万。很多网友鼓励周受资 TikTok 不要放弃。事实上，当地时间13号 ，TikTok 的内容创作者们在国会山前聚集，抗议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中国金融时报认为，这项法案将严重破坏美国的营商环境。TikTok 禁令将对大品牌和小企业蓬勃发展的美国电子商务市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根据经济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1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2023年 TikTok 为美国小企业主带来了147亿美元的收入，贡献了242亿美元的美国 GDP 以及22.4万个就业岗位。报告显示，39%的小企业主表示 TikTok 对他们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69%的人表示 TikTok 给他们的公司提高了业绩。What would it mean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if TikTok were to be banned in the U.S.?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Wish it was a bad dream, but it's not. Do you think this could impact how people vote? 100%. There will be people that will not be re-elected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choose to vote on this ban. 从技术上讲，这个法案的管辖权是在参议院的商业委员会。那商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反对现在这个众议院版本的，这意味着参议院的商业委员会他先要提出自己版本的这个法案，
然后在自己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在全院进行审议表决。那这个就需要有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拜登他也是表示支持这个反 TikTok 的法案。那么这意味着共和党人在大选前肯定不会帮助拜登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立法。不然的话，等于说是在帮助拜登助选，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选举利益的出发，共和党人他也是不会去给拜登送一些支持。美国众议院周三高票通过要求中资运营方强行剥离 TikTok 的所谓最新法案，您对此又是如何看？那么自从涉 TikTok 的法案上周被强行推上所谓的立法快车道，那么在众议院范围高票通过，这就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评论，众议院次级委员会的首次投票没有一张反对票，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昨天呢，众议院层面的这个表决是352票对65票，远远超过法案快车道通过的2/3赞成的门槛。那么众院两党议员的支持率高达80%多。我想这也再次表明，强推法案是大选年里两党议员为数不多的共识性的行动，就是摆明了打不赢就明抢，以此呢来展现所谓的对华强硬姿态。那么法案主要发起人之一的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现在他俨然是众院反华派议员的头牌。他上周公开发推扬言 TikTok 被封禁是注定的一个结果，而昨天呢，在投票之前，他也再度在众院会场扬言说，新法案将会迫使 TikTok 与中国的执政党决裂。那么众院通过的新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免受敌对国控制程序应用的法案》。那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法案界定美国的所谓敌对国也只有4个，也就是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那么拜登上任以来，白宫一直在鼓吹所谓对华强势竞争，五角大楼呢更是将中国定义为所谓的紧迫挑战，但是直接将中国描述为敌对国。加拉格尔们这些个国会的反华势力，他们呢又在以法律作为幌子，在反华制华的危险道路上往前迈出一大步。按照国会山的立法流程，那么这项瞄准 TikTok 的法案，接下来还要过参院关。当然了，拜登总统已经放话了，只要国会通过法案，那么自己就会签字。所以目前 TikTok 的运营方还是面临的这种管制与逼抢的压力，可谓是空前的。今天，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均就美方法案表态，坚决反对，强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TikTok 也号召美国用户发声，全力争取参议院结果。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在众议院是高票通过，但是呢，就相关法案闯关参议院的这个前景，美国《纽约时报》今天给出的一个判断是 a difficult road， 认为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这前景是相当艰难的。目前参院多数党的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他呢还没有对是否将会把法案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明确表态。那么更有一些个议员在公开喊话，要与这份法案死磕。那么美报注意到的一个特别现象是尤其耐人寻味，尽管法案获得广泛的两党支持，但是呢，与此同时，两党内部同样也是分歧明显的。拜登虽然扬言只要国会通过，自己就会签字法案，但是呢，他的死对头特朗普已经多次喊话反对封禁 TikTok， 因为呢，这将会使美国的青少年利益受损，唯一受益者是 Facebook 网站，而后者是特朗普口中的美国人民的公敌。那么在众议院那65张少数派的反对票中，众议院民主党的2号人物凯瑟琳·克拉克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此外呢，也正如法律专家所分析的，那么即使未来闯关参议院成功，拜登签字通过，那么强行剥离的这个难度仍然是相当之高的，仍然会面对一系列的法律挑战。TikTok 它的中资运营方完全可以把维权官司打到美国高院，更何况一旦大选年翻篇，未来到底是谁当美国总统，也还是极大的一个未知数。从现在 TikTok 运营方的策略应对与周受资最新1分40秒的这个视频回应讲话来看， TikTok 方面呢已经展现出了维权到底、官司打到底的决绝的姿态。
甚至按照美国彭博社昨天的一个爆料 ，TikTok 已经制定了司法大战的完整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的 full legal fight。相信 TikTok 的1.7亿的美国用户也会选择站在自己最喜欢的客户端应用一边，向美国政客们去施加强大的压力。